大幅下跌，最吃亏的是普通老百姓。发达国家俱乐部有一个经验，如果房价下跌到0的话，那么实际上贫富差距是扩大的。房价下跌以后，对高收入家庭几乎没有影响，对于那一些房产价值占他所有财富价值达到60%、70%的这些家庭，其实主要是中低收入家庭，那么损失的就是他。哎呀，这个专家呀就是专家，对吧？你看说话呢都是一套又一套的，搞得跟真的一样，我差点呢就信了。我就按照我目前自己的情况来讲啊，我是没有买房子的，但是我老家那边是有房子的。目前为止呢是跟我父母一起住啊，我也是可以住的，对吧？就是那老家的那个房子肯定是不可能卖的，因为呢不管是我父母还是我都是需要住的。如果说呢现在真的是房价下跌到0的话，对于我老家的那个房子来讲也无所谓的，反正呢我们都是用来住的，我们肯定是不会往外卖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对于我们没有买房子的人来讲啊，房价下跌了，那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了。比如说本来是3万块钱一平的，然后现在呢只需要50块钱一平，对不对？那我呢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买套房子，我可以自己来住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呀，前面那个专家呀他说的这样的一个话呢是完全不成立的。对于绝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讲啊，他如果呢只有一套房子的话，这个房子呢他肯定只能够用来住的，他肯定呢是不会对外卖的，不会往外卖了。卖了之后呢晚上睡在哪儿呢？难道要睡下水道吗？所以说这个房价的高低啊，对于只有一套房子的老百姓来讲呢，压根儿是不重要的。只不过说有些人的房子呢他是贷款买的，如果说呢就是房价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跌，他的贷款呢还是要还的，他心里面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不平衡，对吧？当时呢我是花了那么多的钱，贷了那么多的款，现在房价跌成这个样子，我还是需要还银行贷款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可能很多人就要出现这个断供了，房贷呢就不还了，因为呢越还就是越亏嘛，心里越亏。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，为什么我们要保持房价不下跌呢？那就是这个原因，要不然呢就乱套了，这银行呢是一屁股债。那么对于那些中产自己是住了一套房子，然后又买了几套房用来投资的人来讲的话，对于他们的损失啊，那肯定是最大的。本来呢买房就是用来投资的，现在呢不断的往下跌嘛，房价不断的跌就会烂在手里面，这也意味着呢房价不断的下跌，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呀没有什么影响。对于那些想要通过房子来买卖来赚钱的人呢，他们的影响肯定是最大的。对于目前的一个房价啊，现在社会上面呢也有2个分歧，像对于我这种一套房都没有人的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呢它肯定是越跌的越低越好啊，越跌越好，对不对？对于那些手上有好几套房的人来讲，最好是不要下跌。当然了，这个专家这样的一套言论，我认为呢我们可以换个思维去理解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，最好是不要选择那种什么贷款买房了。如果因为贷款买房，如果房价下跌的话，你损失就会非常大啊，心里就会非常的不平衡。如果有钱呢，那就一次性的买，然后直接就全款买；如果没钱呢，那就租房子。所以说呢，那就像那种贷款买房，我认为是最不划算的。不知道屏幕前看视频的各位朋友，你们对于这种事情，对于房价是涨是跌，对于房价下跌这种事情是怎么看的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